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我们从成都开车50公里来到彭镇李四哥饭店，跟我走吧。这边是县城，对吧？就是那种现代的建筑，应该是90年代修的房子。你看，一到这边了，马上就变了。进来的这个第一感觉就像是老房子，给我的感觉有100年左右，全是瓦。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粉丝给我们推荐了，他一个叫什么菜啊？干腰合炒，在他心目中排第一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们早上来看一下它备货啊什么的啊。这边是喝茶的，一般看到喝茶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就不远了，因为我们四川人是吃饭、喝茶、打麻将3位一体。哦，在这里看到了，这个招牌太不显眼了吧？这是他们的饭店招牌，你看。 老婆婆在这里摘菜，四季豆。今天中午吃的菜吗？婆婆。哎。哦，你今年好大年纪了？你看呢？我看你70岁、75岁。95了。95了啊妈今年93了。你哪一年的呀？婆婆。32年的。32年的哇。哦，你比我外婆她还大。厉害厉害。健康，你看健康。 我们到店里面了，现在还没有开始做生意，大姐们都在做准备工作。几点钟有菜吃哦12点半。11点半啊！你看，老板娘也在操作。一会儿这个菜是你老公炒啊，还是你炒啊？等一下，老公还在炒，我还在炒。哦，是炒啥子端啥子，还是可以点菜啊？我点炒啥带啥，喜欢就带。哦。 啊，老板来了！这个戴高帽子，这个是老板啊。要炒海椒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好久了？这个店开30多年。30多年了。 8年家没有，家里面就开始开馆子了。你这份猪肝儿是用来炒干腰合炒的吗？啊。哟，这份猪肝儿还有20-30斤了。10多斤。这猪儿看起来是比较新鲜嘛？现在新鲜的嘛。每天选拿货。每天选拿的。腰子也是选拿的吗？啊。这一盆要炒好多份来？这个。 啊，这就没炒完就不炒，现在就只有那么多。我看你们店里好多食材都是现打整的啊。啊，全部都现打整的。中午你一个人炒菜，你忙得过来呀？2个人炒。你跟你老婆2个人炒？不是，我们一个姐姐。你跟你姐姐一起炒？老婆在拌菜，烧点汤。这个菜就是你个人，你个人会，你个人炒。这个就是我炒。哦，看到没？老板娘在店里面处理一些事情，老板呢在处理他的肉菜。 像这种日子啊，我觉得是挺不错的。因为以前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开一家这样子的夫妻店。现在我们去喝一杯茶，就在隔壁。哇，这里面还挺大的。哦，这里是煮茶叶的，好多人拍照啊这里。 这里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地方，有下棋的，有打牌的，有喝茶的，有聊天的。我觉得这个叫热闹，不叫嘈杂，叫热闹。现在我们去看老板切腰子。耶，老板，你刀工很不错哟，切几整年了，讲究。这儿腰子好多斤呢？ 这儿是28，腰子还是比较新鲜的。嗯，哇，你腰子跟那个肝要和到肝子和到一起炒的。嗯，筋腰花少。哦，筋腰花比较少，主要是肝子多。哎。哦，老板就是实在啊，都跟你明说了，肝子稍微多一点，腰子比较少一点。哎，妹儿呢？那个跟我们来一份儿，这个看。 回锅肉。哦，配回锅肉的吗？这是回锅肉。就是意思是回锅肉包着的吃是不？不是，和到炒的。炒里头啊。这个是面粉落的嘛？面粉。哦，妹儿炒一份这个还多安逸，看你。这边是凉菜房，看，它凉菜做的比较好，它有个推拉的窗户，可以关起来。虽然说它这个地方比较简陋，但是卫生该说不说还是挺干净的。这个方便看你操作不？可以啊。 可以看啊，哦，应该无所谓的。你怕不怕别个看到你的手艺了之后学进去了？巴不得学，巴不得的学啊！现在年轻人学都不学了。老板大气，因为我见过很多老板哈，他不愿意让我们进去拍，也不愿意我们看到他操作。我觉得如果一个店子的东西经得起别个看，
是噻。吃起才更放心，对不对？哦。相当于我们厨房里面，敢给你看的都是非常的自信啊。哦，你这个手法还有点奇特哟。我们正常我们切是往外面推，你这个是往里头反手切。这个腰子我们洗了之后，如果洗得太久了，它会拔得很胀。对。然后过一会儿它就要出水，然后你刚开始切很大，然后它要缩得很小。哎，对。一炒了之后，它的口感也会差一些。哎。然后腰子不能洗太久啊。不能泡久了，它不能泡。对，不能泡。老板切的是3刀段，相当于就是凤尾的话，尾巴没有切出来，就是用凤尾的方式来切的。现在看一下他们的备餐情况，这个是卤肉，每一份都弄好了，2、4、6、8、11份。然后这边是凉菜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看这边该切的切好了。哦，还有老花儿，还有老花儿。这个是肠子，这是刚才老板娘做的辣椒，这是一些素菜，蔬菜全部是新鲜的。这里是凉菜，还有豆花。老板要炒菜了，一锅炒4份。1个灶，2个灶，3个灶，那边在炒麻婆豆腐吧，应该是。哦，最后把味道。哇，腰子，干腰合炒。干腰来好了。哇，这干腰出来就被拿走了。要抢过抢的，一出来就没得。我没啥子不？好好的，你说了，今天人少，今天。这次还没得好多人来喂。今天人少，今天人。干腰合炒。现在下一个菜是炒什么？肥肠是吧？那行，那就吃着吧，就这吃着。这个菜确实如老板讲的哈，这个猪肝偏多，腰子呢偏少一些，但是还是有的。你看，这不就是腰子吗？我先尝一下腰子的味道。哇，很嫩，面上有一层红薯粉给它包裹起来，下油锅的时候，油多。温度比较高，吃得出来腰子还是比较新鲜，没有什么脏气味。看猪肝，猪肝我是看它现切的，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它这个腰子炒出来比较碎，看到没有？你知道它为什么小吗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它切的时候不小，因为它洗的时间太长了，腰子它吸水胀了。切的时候你看到好像大小合适，然后一下油锅，高温一激一下，它就收缩了。它其实跟我们川菜里面的火爆腰花是差不多的，它这个的话油就偏重一些，然后这个里面的配料偏少，就是木耳加这个软姜叶，然后再加一点泡椒、姜蒜，然后还有一点葱。很多地方做的腰子、猪肝都是做的偏生一点，端上来带一点血水。它这个的话就是偏熟，看不到它的血水什么的。然后再一个，它这个油多，它泡在这个菜是泡在油里面的，它不太容易降温，所以呢，它能够保证嫩的时间更长一些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份菜几乎没有豆瓣酱，调味呢就是一个家常味，然后油量是偏大的，然后分量的话，老板很实在哈，他不像有一的商家干腰合炒。它明明很少，他跟你说他腰子比较多，但是人家老板讲了，腰子是比较少的。这个菜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，口味呢就是咸鲜味，带一点点泡椒味。口感呢，猪肝偏脆，腰子呢偏嫩。这个菜最难炒的就是你既要猪肝也脆，又要腰子也脆，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后做中餐的话，这个腰子，要么你就一盘全是腰子，要么一盘全是猪肝，这口感。两个它是对火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走，端肥肠，跟我们就行了。火爆肥肠，它这个模式跟那个陈凉粉是吧？对，特别像，都是菜炒好了自己去端。这肥肠，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煮的那一锅。这肥肠它在锅里面爆过了，跟我们自贡的生爆肥肠不太一样，它不大容易嚼得烂，有一点绵，然后口味是偏重的，放了不少辣椒粉。这里面的配菜虽然有莲藕，
我是第一次吃到火爆肥肠里面放莲藕的，还挺脆。这个多少钱一份？45，这个是35。对。哎，看一下，这肥肠就是在那个清水里面煮，煮了之后切了之后在油里面爆了下来。这个就相当于对火候没有什么技术难度，这个吃在嘴里面呢，要多嚼几下，要不然嚼不烂。味道就是豆瓣酱加辣椒面，也是一个家常味。这个45块钱，这个价格中规中矩。这个菜的话就一般，但是这个的一般，相对比那种预制好的那个炒的，我觉得要好很多，因为它这个明显吃得出来材料新鲜。包括这个也，猪肝也是。回锅肉来了，都在这里等着的啊，都等着这个菜。我觉得我这次运气好，我端了一份肉比较多，30块，这个分量不小，这个就几根蒜苗啊，全是肉啊，肉堆起来了。价格呢，中规中矩，配这个分量一点都不贵。最难能可得的是，人家这个肉是现煮的，先尝一块。他家的肉切的比较小，这个一看就是五花肉，尝一下味道。再尝一个，切的好薄啊，这回锅肉。这的回锅肉它调味道调的比较轻，它跟肥肠的调味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肉吃起来，肉的感觉，肉的味道偏重，这是很普通的家常回锅肉。它这个一锅只出了2份，但是这个刀工里边呢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切的是竖筋，切竖筋的这个肉咬不动，估计。对，偏绵。这道菜呢，很普通的家常味道，调味调的比较轻，但是分量不少，30块钱不算贵。老花豆腐，这个菜30块啊。先赏一下豆腐，这个豆腐切的不小啊。豆腐最怕的就是切大块，大块的不入味啊。这个豆腐，这豆腐啊也是新鲜的，今天做的豆腐。比如说它这个豆腐做的还可以，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复合味不够，但是把豆腥味压住了。这个菜做的还是有一点水平。再看一下老花，哦，这个就是老花，它老花没有切，你晓得为啥子吗？老花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说有的地方老花是切了的？因为它是冻老花，因为不新鲜的老花，你不切的话，中间烧不透就有腥味。不切是因为这个老花够新鲜，没有什么异味，它才敢不切。当然了，还有的切，它是因为不让你知道这里面放了多少老花。但是这个的话应该是一半。看到没？真的如我所说，这老花很新鲜。中间没有任何异味，没有任何异味，而且还比较入味。然后最主要的是它在这里面没有散。我觉得老花比豆腐好吃。老花的话，一般买新鲜的就6块钱一个，这个绝对的利润款。如果说卖30块的话，我觉得老花放一个都可以。尝菜啊！快走！挑一碗火爆脆肠，尝一下这个所谓的脆肠。很脆，这脆肠应该是小肠的部分吧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它里面有3种，一种是直的，一种是完全卷的，还有一种是张开的。它应该是头上、中间、最下面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个的话应该是头上面的东西，吃起来很脆，有点像猪肚里面的肚仁搞出来的类型。它这个放了不少的红花椒，好麻呀。这道菜呢，看起来分量是不少的。这个东西一头猪身上面应该比较少，那我觉得45的话，这个定价还不错。这个定价，这中间还是有不少。我刚才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你看我们这盘菜没有什么油，它旁边放的另一盘里面那个油都到这个位置了。如果老板能够再把它分得均匀一点，就更好了。这里来小狗在这里看着我们吃饭，夹块肉给它，来。40的狗应该能吃辣哟。我觉得这5个菜当中，这个脆肠跟干腰合炒，相对是有比较明显的特色的。其他的菜的话，肥肠、回锅肉跟老花豆腐
都非常的家常。刚才忘了，老板说这里面放了那个饼的，是这个吗？对。好，软软糯糯的，吃不出来是那个面粉煎的。我看一下多不多这里面。没点好多的。对，其实是不多的，这个里面，它这个面皮是不多的，所以这个分量依然是比较坚挺的啊。我们是11点半吃的饭是吧？嗯。现在12点10分，我们吃的差不多了。你们接着吃，我逛一圈这边的环境啊。他们这是喝茶、吃饭两不耽误啊。你看，掏耳朵。193。现在我们饭吃完了，总共193，我们总共是4个人，人均消费40多块钱。然后价格呢，中规中矩，不算贵。再一个，它这里的氛围感非常的好，它这里你可以过来感受一下，喝一下茶，逛一下古街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他家的菜呢都是现炒，货呢比较新鲜，它这个模式就非常好，它就几乎炒菜出来不会被浪费，有点像自助餐，菜炒出来了，你觉得好吃，你想拿你就端，对吧？我们4个人端了5个菜，我觉得都还可以，都不错。再就是上午来的话，喝一会儿茶，直接在茶馆里面去把菜端过来一起吃，吃了可以一起结账啊！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给我感觉很慢，特别的慢，特别的享受。茶馆、打牌，然后吃饭，融为一体。这种享受生活的这种态度非常好。我觉得我老了以后的话，我也喜欢这种生活。现在忙就忙一点嘛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